So this is the all-new BMW 7 Series 第7代的 BMW 7 Series， 代号是 G70。所以我大老远从马来西亚经过了东京，再来到洛杉矶，就是要来测试这个第7代的 BMW 7 Series。这么巧，我们是第7个 group， 也就是 Group 7。Group 7 Series G70D。so 值得一提就是BMW 7 Series 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大陆、美国、中东、日韩。可是这个 i7 呢，它是全世界，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收到第2多订单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么小的国家，这么小的一个市场，可是我们卖的 i7 是全世界第2多的，所以今天的重点就会放在这个史上第1款的纯电动 BMW 7 Series。那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Facebook page。So let's have a quick look。我挑的这个颜色叫 Deep Frozen Grey， 但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一个 Grey， 而更像是一个 Matte Black。OK， 这辆车子就非常的黑，加上这个 M Sport 套装，这辆车子又有 Matte Black 又有 Gloss Black。OK， 整个就是非常的黑压压，这样子非常的大气。我相信你已经在网络上，在 Facebook、Instagram 各种的平台看到这个7 Series 的外观，你或许也留下了你的批评意见，觉得它格力，它难看，它很 over， 它太这个太那个了。那你觉得我会不会因为 BMW 大老远从我来到美国，我就要讲它好看，讲它很好看？我还真的是要讲，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不会用不好看、难看去形容它。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辆让人很难消化的车子。怎么说？因为普罗大众看到这辆车子，跟 BMW 的潜在客户 target customer 看到这辆车子，还有 BMW 内部在看到这辆车子的时候，这个 perspective 这个视角感觉是不同的。对 BMW 来讲对 BMW 的客户来讲，他们的重点就是怎样可以让7 Series 不再是一辆 long wheelbase 的5 Series。之前你说5 Series、7 Series 可能走得越来越靠近，7 Series 必须要是7 Series， 所以它必须要特立独行 ，stand alone， 它要标新立异，独树一格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做到了吗？他的确做到了，非常有辨识度，像是史上最大的这个7 Series 的 Grille。Swarovski 的水晶这个 LED 灯，而且它是 separate 的啦，就是2层式的，会让人有一点分裂感。你眼睛是这样子，像你眼睛变成这样子啊。But 当你看到它，你再看回去最新的 Rolls-Royce Spectre， 你就会发现到 same but different。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很难消化，但是你必须要看照片，用手去摸它，看到它，触摸它，感受它，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糟糕。如果你是中途才插进来看这支影片的，你可能在想这个是 VX 的，还是 PHEV 的，还是电动版的？那这样看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你看到这个全球发布的时候呢，下面是有蓝色的 Blue Stripes。你可能在想，电动车不是应该要特别蓝、特别多 Blue Accent、特别多蓝色的线条？可是根据 BMW 的统计他们发现到很多电动车的车主已经不想要再特别去强调我的车是电动车。所以你只能够从它的 BMW logo 这边，它有蓝色的这个框。说从车头来讲的话 ，VX 的跟 i7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分别的。相较于那个褒贬不一、争议度相当高的车头，车尾的设计就比较多人能够接受，因为它没有这么 aggressive， 它相对来的保守，相对来的平易近人。但 BMW 特别强调了这个7 Series 最大的重点就是 efficiency 跟 aerodynamic。所以一般上讲到 aerodynamic 空气力学，你可能会想到车头、车侧或者是车底。可是这个车尾他们下的功夫不少。像车尾灯呢，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个气流在这边，能够降低这个风阻。如果是在燃油车，就是提升燃油效益；如果在电动车，就是提升续航里程。上一代的7 Series 分为 G11 和 G12， 就是 Standard Wheelbase 跟 Long Wheelbase 的版本。可是这个 G70 目前只有一个 Wheelbase， 也就是长轴距版本，它的车身轴距是3215mm， 上一代是3210，也就是增长了5个 mm。其实视觉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因为车身也间接的加长了51个 mm， 车子的宽度、高度都有所提升。Of course， 这个新的7 Series 它有2 tone 的设计。我今天选的这个 Deep Frozen Grey 呢，就是一体，我觉得它相当的 gangster， 相当的老大。这个颜色就是它虽然只有一个颜色，可是很多人会喜欢。第7代7 Series 跟第6代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多了类似 Rolls-Royce 的 Automatic Opening and Closing Door。所以你按下去这里 button， 它是一个电动车门 ，OK， 但它不是 Suicide Door 啦。然后我坐进去的话，这边有 Edit Button， 我就按下去，它就会缓缓的。当你坐上来 New 7 Series 的车厢过后，你要关门的话，因为它的门可以开到很外，
你看过 Rolls Royce video， 你就知道这个把戏是怎样子了的。然后 Rolls Royce 是放在 AB 的这边有一个 button， 它会关门，它就放在下面这边，你按下去，是不是比你女朋友关那个门还要大力？我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要降大力，因为它不是应该要缓缓的降下去的咩？所以我们 start。不可以讲 start engine 啊，它没有 engine 的嘛。所以这个BMW iDrive 8.0 系统，我最早在 BMW iX 有介绍过了，还有改款版的这个 G20 LCI BMW i4 等等，都是这个 14.9 寸的 BMW Curve Display 搭配 12.3 寸的电子仪表板。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提的，就是这个7 Series 呢，它内接了 YouTube 的功能。当你打开 YouTube 过后，你就会看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当你播 YouTube 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荧幕并不是全尺寸的，因为 YouTube 的比例还是跟它有一点出入。But 7 Series being a 7 Series， 它一定要加入很多东西是首创的，就是这个 BMW Interaction Bar。所以这个东西是有这个3维镜面的这个 button 在这边，然后它会有发光，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这个 Haptic Touch 的 button， 比如说它的这个Glove Box 这边有一个 button 这样。OK， 它就会下来。OK， 它不是实体的 button， 然后这个冷气的大小也是透过这边去调整的，所以而且你注意看的话，你是看不到 air vent， 它就尽量的让车子简洁，同时又非常的有功能性。这个 steering wheel 就跟之前我驾过的这个 iX1 还有 iX 都是这样子的，还有水晶排挡杆，还有这个新的 gear selector。So 我觉得它最大的重点反而还不是在这边，而是在后面。所以你说 as a driver 的话，其实它就是多了 BMW Interaction Bar， 还有这个 My Mode， 它比 iX 那个又在增加了，像还有 Personal、Sport、Efficiency、Expressive、Relax、Theater、Digital Art 等等，这也是新的 mode。那这个 My Mode 它不只是切换 Ambient Light 罢了，它会根据你的这个BMW Iconic Sounds Electric 也会不同。所以电动车没有了引擎，没有了变速箱，就必须要靠这个模式、这种 package 来提升，来制造车子的这个独特性。所以我要关门也是一样的，太长了、太远了，我就按这个 Auto 的 button。哇，你会吓到下这么关降大力。可以说这辆车子的后面，因为我前面说了，它的轴距并没有比之前的增加太多，所以在维持轴距的情况下 ，BMW 还有什么把戏呢？就是我头顶上这个举头3尺有电视机，这真架的是电视机啊，不是我每次开玩笑讲的那种电视机，它是真的是一个31寸的电视机。OK， 但是它的 aspect ratio 有点不同啊，它不是16:9，它是32:9。OK， 所以它是怎样讲？简单来讲是扁扁这样子啦。然后在美国呢，它是跟 Amazon Fire TV 合作；在中国的话，就是华为跟爱奇艺合作，因为这个东西它相当依赖于 5G 的技术。OK， 所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 ，Theater Mode 这边。来笨啊，来了。富裕哦 ，Power and Wilkins 搭配这么大块荧幕，所以这边里面有 Netflix、有 YouTube、App Store、Internet Library 什么都有。OK，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讲是 win 了咯，因为你根本想象不到 BMW 既然还留了这一手。没有别的车厂 ，OK， 你说比它贵的Bentley 啊这些 brand 来讲都没有人做这样的东西，所以 BMW 非常的大胆，但是也非常的务实。它的这个椅子呢，它是好像一个lounge这样子，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 briefing 的时候，这个 BMW 的设计师有特别的说到，他们问了 BMW 7 Series 的潜在车主或者现任车主，你们想要怎样的东西？Tell us 你们要怎样的东西？所以这些 BMW 7 Series 的车主就说，他们要有家的感觉 ，right？ 因为你知道7 Series 它target的客户群在美国跟在欧洲是56到57，但是在中国大陆是38岁。你没有听错 ，OK？ 它的 target customer 在中国大陆是38岁，就是1984年到1985年出世的人，他们target的是这些人。所以当他们讲家的时候，他们讲的家，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社会地位、收入阶层等等。家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我在一边讲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椅子呢，它就是变成一个按摩椅这样子，它可以自动将前面的椅子推去前面，然后我就可以坐过来，然后过后我的身高是178 cm， 你看我的脚，翘脚等等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就算绑了安全带 ，OK，
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的感觉？所以当我们讲到家，你想一下，你到家的时候你会怎样做？你到家的时候你不可能是这样做的 ，OK？ 你一定是用各种很懒洋洋的姿势，很 lay back 的方式，这样躺都好，它就允许你这样子做。然后你一抬头 ，YouTube、Netflix、whatever， 你要看什么东西都有。这边有1块 screen， 那边有2块 screen， 冷气出风口非常多个 ，so 真的 is another level，OK？ 同级竞争对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讲 EQS 是 S Class 的电动版，可是 EQS 是一个，you know， 它是一个 fastback， 一个很年轻的东西，就不像这个，就维持了老板应该要有的姿态，同时又能够迎合到38岁人的一种科技感，它非常的 tech， 很多很先进的科技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试驾一下 ，Let's go。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领土开车，我第一次在美国开的车就是 BMW i7 xDrive 60。我现在从 Palm Springs 往 LA 的方向前进，所以这个就是朝 West Coast 的方向走。So 在美国开车 ，of course 你知道这不是我第一次驾 left hand drive 的车，所以一上到 highway 就比较能够 get used to it 了啦。So 这是我开的，我想不起来是第几辆 BMW 的电动车了。OK， 从BMW iX、iX3、iX1 Mini Electric、BMW i4， 再加上其他品牌的电动车，什么 Kia EV6 啊，Mercedes EQA、EQS 等等。其实电动车不管它的电池大、电池小，它的 horsepower Newton-meter 多少都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它就是快、菜。后那种 zero lag instant torque， 这个i7 它是 xDrive 60， 那我之前驾的这个 iX 它是 xDrive 40，然后我在德国试过 iX xDrive 50， 所以 xDrive 40、xDrive 50、xDrive 60。如果在汽油车的 logic 呢，就是 4 cylinder、6 cylinder、8 cylinder 或12 cylinder， 可是在 electric car 呢，这个40。50 or 60， 它更多时候代表的是它的 battery capacity。像 BMW iX xDrive 40是 76.6 kWh， 这台 i7 xDrive 60就是 101.7 kWh。WLTP 标准的 EV range 从591公里到625公里。再来 BMW i7 支援195 kW 的 DC 快充，10分钟充电就可以行驶170公里。很多马来西亚的7 Series 车主会选择这个 i7， 因为对他们来讲500-600 is more than enough 啦，因为他们日常使用都是从家里去 office、家里去工厂，偶尔要 travel 200-300公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回到这辆车子的驾驶啊，我记得我第一次驾 BMW 7 Series 的时候是 G11，I mean 马来西亚是 G12 的7 Series， 所以我第一次驾7 Series 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不像是一个 limousine， 因为它就很像一个 driver's car。如果你不看后座，如果你不急速过弯，你不摆 corner 来讲，你就好像在驾着一个5 Series。这个是我对7 Series 的 first impression。所以来到这个 i7 呢，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了，因为这辆车子你知道它有400个 kW。OK， 有趣的是呢，它那个 4.4 L V8 Turbo 版本的这个 760i 也是400个 kW， 所以 iX xDrive 60跟这个7 Series 的 760i 同样都有400个 kW， 400个 kW 换算 British horsepower 就是536个 horsepower 和750个 Nm， 0到100 4.7秒。Of course， 车子比较重，它大概是2700公斤 ，2.7 个蛋。如果是这个 V8 版本呢，大概是2200到2300这样子。所以那个 V8 的760i， 它的0到100是 4.2 秒，快了 0.5秒。But it's not about 0到100多少，而是它的这个起步加速。打一个比方，我现在去这个My Mode， 我调到 Sport Mode，and we say 3, 2, 1, go。OK， 在美国呢是用这个 miles per hour， 就跟 UK 一样，然后它的温度不是用Celsius， 它是用 Fahrenheit。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digitalized 的车子，所以我该上去了过后，为了避免我自己阿嘎不到距离，我就把它变成 kilometer per hour 跟
Celsius， 所以现在这边告诉我这边的 speed limit 是110 km/h， 我刚才这样拉一下就是差不多170、180这样子了，再拉。OK。So 当然除了这个 Sport Mode 之外呢，现在第5代的 eDrive 技术都有这个 Boost 的功能 ，iX 好像没有啊，我第一次看到是在 iX1 啦。所以当你 click 了这个 Boost 的功能呢，它就会10、9、8、7踩。在这个时候呢，它会 go 它的这个马达 go 给你10秒 ，release 3, 2, 1 bam， 10秒里面它就会有 extra 的 horsepower 可以让到你去加速这样子啦。当然，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到这个 level， 你到这个地位，你再也不是要求动力了。OK，400个牛车米的只要是 instant 都会飞了，还要讲700多，根本是有一点，就是啪一下你就走了。OK，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辆车子的精髓，不是 Sport Mode 哈，相信我，虽然它看起来很 Sport， 当你去到 Relax Mode 的时候呢，它的这个 Iconic Sounds Electric 的声音是按那块的。很 peaceful， 好像一个按摩师在跟你按你的头，按你的肩膀，给你放松。所以你的所谓的油门哈，你的 accelerate， 好像有一群天使在合唱这样子啊，这样子。OK， 这顾名思义 ，relax stand for relax。第二个 mode 就是当你 click 了过后，它会好像 rolling action， 就跟你拍戏这样子了，就全部东西会啪啪啪啪啪。哦，我的 GoPro 不可以。我现在就来试一个我之前没有试过的 mode， 就是叫 Digital Art。我们来看一下是下面我个猜。你知道这个紫色哈？我刚才好像看到它写 Quantum Garden、Quantum Mania， 就让我想起最新的 Ant-Man。然后如果你是 Marvel 的 fans， 你就会知道这个紫色就是康的紫色啦。我们就 stay 在这个 Purple Mode， 然后我看一下我的 map， 猜。So for 它的这个加速来讲，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啦。OK， 再去 Fast Lane。OK，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的高速公路的 Fast Lane，right？ 猜。它的一样时速是写着110，可是在我看前面的车、看后面的车、看旁边的车，我觉得这个110是参考啦。So 讲一点。这个 test drive 的 experience 啊，当我收到 invitation 的时候，知道我要飞到来 California。那我不要讲美国，是因为其实，如果你稍微有了解美国，都知道它的这个州跟州之间是相当的，从风景到人文到 culture， 甚至到法律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如果我只来过 California， 我不可以说我来过美国啦，因为你知道美国所谓的南部、所谓的东岸、西岸。So 当我知道7 Series。760 V8， i7、X7 这种车子在马来西亚来说是一个 full size、big size、super big 的一辆车子。可是当我从 LA 的机场坐着 shuttle 去到 Palm Springs 的途中，我看这路上的车，其实你看过他们那些 truck 的尺寸，你就知道这个 X7 在这边就好像这边的 X3、X5 这样子哇，它不是很大的车。所以在美国的领土上面加一个3200mm wheelbase 的车来讲 ，is just a normal car， 你不会觉得你比人家大很多，不会觉得你很魁梧。特别是当你旁边有一辆 pickup truck， 我觉得全世界如果要找一个地方来测试7 Series 的话，没有错，他们真的是做过功课，很会选，就是选在 South California， 因为这边一望无际都是这个valley 这个峡谷，然后山非常辽阔的视野，就好像一条大鱼进入一片大海。我们稍微各一辆这个 Toyota Tundra Go。 Electric car is all about accelerate confidence， 你有无限的信心来加速。7 Series 本来在 highway， 不管你是4 cylinder、6 cylinder、X cylinder、No cylinder， 它都是很舒服的一辆车子。离开了 highway 过后呢，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 view 呢，就是山路了。7 Series 走 highway 一点难度都没有，驾轻就熟，完全就是如鱼得水。但是一个 2.7 寸的7 Series 来到这样子的山路，它驾驶起来会不会说很难阿嘎 ？Oh my god， 没有 divider 的我，我说没有 divider 的我。
很刺激一下。其实我很喜欢美国的这个它的 design 是它中间这条 stripes 啊，它很黄很深啊，所以我不太容易刺到去我左边的 lane 啊。OK， 哇，够美哦！哇哦！主办方安排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叫 Banning Idlewild Panoramic Highway， 又称 California State Route 243，全长29.6个 miles， 也就是47公里。我强烈推荐大家下次来到 LA 的时候，可以过来见识一下这一条风光明媚的山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 Integral Active Steering 啊，变成你在这种 low speed low speed 我大概在60-70这样啦。我在摆的时候，它整个很灵活，真的。你看我这样摆，因为它有这个air suspension 啊，所以你在摆的时候，你会 feel 到车子是相当的 comfort。它用的是 5-link 的这个 aluminium construction 的这个铝合金的悬挂系统，所以它整个它的避震表现非常的好。你看，哇，一流！你看 ，OK， 扫，不是扫了，我哪里敢扫？没有车，哇！其实我在飞机看下来这个 California 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边的样子是这样子了啦。那就颜色来讲，我记得跟我之前在西班牙从 Madrid 驾到去 Seville 的时候的景色是很类似的，都是这样黄色土色。只是在 California I mean 在南加州南部它的这个 scale，它的海拔，它的这个 level 是好像放大了5倍这样子。就是你把西班牙的山路拿来乘5，就是这个 scale。你看它的，Oh my God，brake。给这个 brake 有一点soft 啦，因为你一个 2.7 吨的车你的 brake 不开玩笑。我跟你讲我在 Malaysia 不管什么车，只要它有 lane departure 的这个 I mean lane keep assist 我都会关掉的，因为 lane keep assist 真的是一个相当波动 steam 的东西啦，因为你驾车它一直跟你熬回来。可是 you know what， 在这种时候这个 lane keep assist 是救命稻草来的。所以在美国他们对这个距离其实不是美国啦，我指的是在所谓的大陆国家啦 ，OK， 包括中国大陆啦、美国这种，当他们的土地面积大的时候，他跟你讲 100公里、200公里，跟我们的100-200公里是不同的概念来的。在这边你跟他讲你跟他讲100公里好像10公里、15公里这样吧，哇，非常的高，我没有想到这样高了。坦白讲蛮紧张的，因为你知道不是在自己的地头，然后又加 left hand drive， 加了这么大辆的车子。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即便我在这么多不是很有利于我个人的条件，可是我还是 manage to在这边左右摇摆，还是能够让我没有这么紧张啦。因为你知道整辆车子都是 sensor， 前面后面360 camera head up display。这个 AR 的功能，投影的功能，然后它的这个叫什么 navigation everything 你想得到的它都有，所以它是一辆让你非常有安全感的车子，无论在 highway， 在小路，在各种延绵不绝的山路。所以我现在想象着到时候这辆车子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开着它在云顶的山路，或者在 KKB， 在金马伦高原，它会是一个怎样子的表现。感受完车子的动态表现，我就换个位置，换个脑袋，从司机升级为老板。当你打开第二个 mode 31寸电视机从天而降的时候，司机其实是看不到后面的。那只要你再按多一下，它就可以整个收回去。腿部空间非常宽敞，超级宽敞，头部空间足够，头枕相当的松软。那说实话，因为加州的温差很大，我睡醒的时候大概是13-14摄氏度。午餐的时候就去到32、33度，比马来西亚还热，所以我一整天拍摄下来，人其实不是很舒服。但好在有这个7 Series 的按摩椅，可以让我放松一下。另外要补充一点的就是这个加州的高速公路呢，它的路的这个质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很多，这个令我相当的 surprise 因为路很大条，可是并没有很好跑，它很跳很颠簸。但还是要感谢这个 BMW 7 Series 它这个 Air Suspension 让到这个路不再这么的弹跳，它可以去解决掉这一切。那到此刻我可以很大声的跟大家讲马来西亚 Plus Highway 的公路的质量其实比 California、比伦敦甚至比德国都还要好，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种亲身体验啦。
所以我相信这个7 Series i7 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它肯定可以带给车主更加舒服的一种乘坐体验，还有行驶体验。那今天的7 Series 试驾影片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在第2集也就是 Part 2， 我将会跟大家分享 BMW 760i 采用 4.4 L V8 的7 Series， 还有这个 SAE Level 2的自动驾驶，不是半自动驾驶啊。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人生中在马路上试到可以不用抓着 steering， 它会跟你切换车道。所以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